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最近有点尴尬啊。谭松韵的少女困境卡在青春与转型之间，她该何去何从？娱乐圈从不缺乏流量，但真正能凭借实力留下来的女演员却屈指可数。而谭松韵这位曾靠一张甜美娃娃脸与扎实演技征服观众的氧气少女，似乎正站在人生和事业的十字路口，进退两难。30+的少女感是礼物也是枷锁。谭松韵真的好难啊，一张娃娃脸演高中生毫无压力，可问题是她已经30好几了。网友评论：的确，谭松韵的少女感一直是她的标志。从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，到以家人之名中的李尖尖，再到锦衣之下里灵动的袁今夏，每一个角色都给人一种扑面而来的青春感。她仿佛永远活在17岁的光里，但时间不会停下脚步。如今的谭松韵已经34岁了，虽然状态依旧很好，但岁月的痕迹终究会悄悄在镜头里显现出来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曾经的少女感如今反而成了一种限制。说实话，谭松韵演技真的没话说，但她演高中生的时候，我会有点出戏。30多岁了还演小女生，不如试着接一些成熟一点的角色。网友热议：这些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交平台，也意味着观众对她的期待正在发生转变。不上不下的定位让她陷入夹心饼干困境。95后小花们拼命抢少女角色，85后已经在转型做实力派，那90前后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很多中生代女演员都会面临的问题，而谭松韵恰恰就卡在这个最难受的阶段。年纪摆在那里，在演高中生会显得有些违和，但要向成熟角色转型，又暂时缺乏让人惊艳的突破。更尴尬的是，现在少女感市场被00后、95后疯狂抢占，无论是赵露思、田曦薇、虞书欣还是白鹿、张婧仪，一个个青春洋溢，资源不断。她们不仅年纪小，演技也在逐步成长。谭松韵再想稳坐青春剧女主宝座，已没那么容易。她现在真的挺难的，像个夹心饼干，上不去也下不来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她不比现在的小花差，就是有点太保守了。粉丝心声。而与此同时，85花如杨幂、赵丽颖、刘诗诗纷纷开始转型，不是走大女主路线，就是挑战现实题材。比如赵丽颖在《幸福到万家》中的突破，就让观众大为改观。谭松韵的团队也感受到这份压力，试图通过综艺曝光度来保持热度。然而，综艺这条路对她来说也并非坦途。上综艺翻车，美食节目变修罗场。去年，谭松韵登上《向往的生活》，本想借此与观众更亲近，顺便刷一波存在感，结果却适得其反。节目中，黄磊亲自下厨做饭，众人都吃得津津有味，唯独谭松韵坐在一旁一口不动。有人说她挑食，有人说她怕胖，还有人揣测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。但最离谱的是，她最后靠自热火锅续命，全程回避黄磊的手艺。黄老师脸都黑了，虽然没明说，但镜头里那种尴尬真的太真实了，看着就感觉他不适合这种慢综艺，有点放不开。网友热议：这次翻车让谭松韵的综艺之路变得异常艰难。现在一提到上节目，他团队都得谨慎三思，毕竟搞砸一次不打紧，若变成综艺黑洞，那对演员形象的打击可是毁灭性的。形象标签该更新，转型是迫在眉睫。如今的观众已经不再满足于甜妹人设了，他们更期待看到女演员能挑战不同的角色，展示多元的魅力。
看看85花的转型之路。赵丽颖从偶像剧女王到现实主义女演员，完成了自我突破。刘诗诗尝试文艺片、情感剧，拓展了戏路。杨幂也不再只演玛丽苏，开始尝试偏内敛的角色。相比之下，谭松韵还是在清新可爱的圈子里兜圈子。其实我觉得她可以演一些职场剧、悬疑剧，像之前她演《请叫我总监》还挺不错的。她不缺演技，就看她敢不敢放下少女滤镜。理性粉丝建议，而且以谭松韵的演技功底，完全有潜力去挑战复杂情绪、深度人设。她在《亲爱的自己》中的表现就曾让不少观众惊艳，细腻真实，富有感染力。只不过那之后，她又回到了甜宠路线。也许是时候彻底放下少女感这把双刃剑，勇敢地迈向成熟感了。5. 未来走向，她需要一部转型代表作。对于谭松韵而言，接下来的每一部剧都至关重要。她急需一部既能保留个人特色，又能展示深度演技的转型代表作。如果能遇到像《我的前半生之与马伊琍幸福到万家之于赵丽颖》那样的剧本，也许她的事业能迎来新的高峰。而谭松韵身上最大的优势是她的共情能力，她演什么角色，观众都觉得她是那个角色本身。这种贴合度正是转型期女演员最宝贵的资源。演少女演得好是本事，但演得太久就成包袱。希望她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大女主剧。网友真心期待，她不需要变得多么御姐或冷艳，只要真诚地去演一个30多岁女性的真实生活，就足以打动人心。6. 结语：少女终会长大，愿她破茧成蝶。娱乐圈对女演员一直都不太友善，尤其是30+的年纪，总会被放大成问题。但真正的好演员从不被年龄定义。谭松韵并不需要急于证明自己还能演少女，而是要去寻找除了少女，我还能演什么。如果说过去的10年，她用少女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那么接下来的10年，希望她能用真实感、共鸣感和生命感赢得观众的尊重。愿那个曾给我们带来太多温暖与笑容的小太阳，早日迎来属于她的高光时刻。